当然，我们要看看现在国际上有哪一些讯息了。我们昨天跟您讲了，在甘肃发生了这个大地震的事件之后呢，其实国际间纷纷的释出了善意，也包括了这个是日本首相。好，日本首相呢，他们现在已经直接岸田讲了，我跟习近平来表达慰问，同时呢，我也准备提供必要的支援。甚至日本的驻中大使呢，履新之后，他也直接的强调说，我们现在希望能够营造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友好对话，这个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宣示？可能也跟经济有关系。但您来看到的是，在对岸呢，他们进了水产品，日本水产品啊，因为呢这个核污水事件之后，现在说效应开始发酵了。因为日本呢，他们11月的出口下滑，比去年同期呢是有低了0.2%，进口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9%。在当地呢，他们经济学家认为这就是经济复苏乏力的一个佐证，也说了对中国的外销不振有可能会拖累了整体出口。大家就开始在讲啦，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来讲那个时候排放的这个核废水。现在呢，甚至是英国媒体的报道哦，卫报这边讲了说，日本沿海呢1个星期之内出现了2次大量死鱼。好，日本政府呢赶紧出来说，画面上面这个所看到的，他们认为原因不明，所以你要说这个就是跟所谓的核污水有关系。日本政府认为这其中有待商榷。好，这个画面呢，确实英国《每日邮报》这里呢，他们开始在讲说，日本这里有跟他们提出一个改稿申请，说这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画面上头很惊悚，大家看了之后有感受，也都想知道到底事件的真相是什么。日本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经济问题很重要，除了有这个渔产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的问题。他们的半导体巨头东京电子呢，就直接讲了，说呢，其实他们在美中关系之间真的是比较紧张一点点，因为中国市场的规模真的太大了啦。那我们现在被要求要先照顾美国厂商，再去考虑商业利益，他们觉得这个其实很不合理。好，可是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日本就是小老弟了，必须要好好把他的这个规范条条框框说清楚。像是这一位美国驻日大使伊纽曼又说话了，他说你看看对岸呢一直在说要对日本来进这个海鲜，但是现在却被发现在日本海里头好多大陆的渔民在这边捕鱼，他就直接说了，你们真的是双重标准这样子对吗？至于岸田他想做些什么呢？岸田为什么要救经济？很重要一点，当然也跟他自己本身的政治生命有关系。因为现在19年来第一次看到自民党呢说陷入了政治现金的争议，包括了安倍派、二阶派办公室，通通都被搜。那大家就开始在讲了，日本共同社的民调有显示，将近44.5%的受访者是希望岸田尽快辞职的。所以呢，大家开始在说他们爆出丑闻之后，有所谓的首相一日系列，以分为单位在追踪他们的行程，因为想知道的就是到底他跟上面讲的这些政治现金的争议有没有关系。至于岸田他想说的是，我真的很努力在救经济，因为呢他也特别在这个东盟峰会的晚宴上头推销日本扇贝，要让大家看到他推动日本的决心。好，这一些其实回过头请教亮哥，讲到了经济，讲到了决心，当然岸田想要告诉大家，就是针对于日本进海鲜这件事情，他有心在解决，可是该有的善意现在开始要表现。譬如甘肃地震，他直接讲愿意提供协助。我认为卡在那个核污水的问题中日要有明显的进展，真的非常困难，更何况还卡到岸田的民调啦，就是他是一个随时可能下台的人那这样跟你打交道有意义吗？他前一阵子民调比这22.3还要低低到16%那他的任期是到明年9月了，可是普遍不乐观很多人都认为他明年第一季恐怕就要走人，而且都已经在调查了，说谁的民调最高那目前是传出这个石破茂是第一，然后那个小泉的儿子是第二，所以连优比人选都传出来了，那你要叫中国大陆来救你岸田，这有可能吗？那更何况基本矛盾你也没有处理不然你就放手让
中国、韩国、俄罗斯都可以到这个核污染现场来抽验嘛，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他又不愿意，对不对？所以难怪人家会严重怀疑东电跟你们是不是有利益往来嘛？这种连结很容易产生啊。这个就好像小马可是这样不断的在仁爱礁、黄岩岛那边绕来绕去，对菲律宾也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你到底是在干嘛？你是不是有把柄掐在美国手里啊？人家当然也会这样去做连结嘛。所以我是觉得这样，这个事实上说东京电子脚踏两条船，这样子事实上是太高估它的自主性了啦。你如果严格讲，台积电也是脚踏两条船啊。台积电那个28奈米的也在中国生产啊，这有什么奇怪呢？东京电子那么大的公司，而且它是做制程设备的，制程设备它一定是跟荷兰一样，都受到美国的禁令限制啦。所以你说它胆敢作弊，我不认为啦。事实上就是它有部分比较低阶的还是在卖大陆啊，是，那高阶的它也是不敢卖啊。当然是这样啊，不然为什么中国大陆想找日本跟韩国来协商半导体出口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脚踏两条船是法律允许的啦。它并没有挑战到美国啦，你不要高估它啦啊。我们台积电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本来就是要求生嘛啊。我倒是看到东京地检署敢去收日本大派系的办公室，我感到敬佩万分啊。自民党是执政党对，东京地检署可以司法独立到这个程度，这个才是台湾应该要学习的榜样。难哦，大家突然之间，我才讲榜样，你就说难，我真难啊！老师讲的非常的肺腑而发。好，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呢，日本他直接换了驻中大使，同时他也强调，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善中日关系。请教赖老师。可能不容易，因为他的核污染水的问题不处理，那中日的关系要再往前走也不容易。还有就是它的半导体啊，如果还是一直跟着美国的政策走，中日的关系改善更不容易。第三个就是，如果他还是继续介入两岸之间的问题、台湾的问题，还有南海帮菲律宾去跟中国大陆对抗的话，中日的关系要改善，这三样不解决，真的都不容易。目前日本面临的困境是这样子，因为它多次的排放核污染水之后啊。确实就发生了很大片，而且不只是一个地方，好多地方都发生了大量的鱼群的死亡。那这个当然就引起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等这些海洋国家，他们的高度的关注嘛，所以他们就有做这个报道，而且他们就合理的推断可能跟核污染水有关。那当时马来西亚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都认为说是不是跟核污染水有关，因为它是核污染水排放之后才发生的。那日本一直要证明说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又拿不出科学证据。就是说他拿不出科学证据，他也拒绝外国的研究单位进入这些被污染的地方，跟这些大量死亡的鱼群去做解剖调查，他也拒绝。那这样的情形下，你就没有办法去渡庸忧之口了。所以你会发现说，欧洲的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大量的在报道，然后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也都在报道，日本都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11月份。现在是12月嘛，所以11月的统计资料出来了。是，由于中日关系的紧张还有不愉快，日本现在对于大陆的所有食品业已经不再只是农产品跟水产品，是所有的食品业。是，目前跟去年11月相比，整个跌了60.3%。也就是卖不动了。卖不动的情形，这个对于日本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是，所以日本很想要改善这个部分。但我讲的那三样不改变，那怎么可能改变呢？好，对于安田来说，这是重中之重。为什么民调都跌成这样了？经济是主因。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我觉得日本这个鱼大量死亡这个东西他们现在因为这个英国的媒体《每日邮报》怀疑说可能跟核污水有关，所以抗议，然后要他改正。可是你知道吗？日本的水产试验所提出来的理由，我讲给大家听。他说呢，这么多鱼死亡，很可能是因为有大鱼，比如说像海豚啊，或是那种
那种尾鱼啊，追这些鱼，就造成这些鱼惊慌冲上岸，所以干死在这个地方。这么大量的鱼，会死这样一片哦。那个海豚是几万只啊，能够把鱼赶成这样，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不符合科学？我觉得核污水听起来还比较有道理一点。你这个理由太瞎了嘛？那日本你怎么不去跟你们的水产试验所抗议啊？你那个完全不符合科学啊！日本海边什么时候出现过几万只海豚呢？对啊，这样去追鱼的吗？所以我觉得你要辩解这个东西最好的方式，就像刚刚赖教授讲的。也就是你直接有公开的解剖，然后去找出它真正的致死的原因嘛。其实每到选举的时候，各种消息都有。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来审视一个非常好的时刻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网络上面说哇，网传赖清德是政界李宗瑞，哇，这么惊悚的标题，甚至还说他有情人等等等。调查局呢特别发出来说呢，回应了，怀疑这个是境外势力介选。不对啊，可是问题是这个真的在网络上面有发烧吗？我不知道了。我个人我们是之前都没有看到，真的是调查局告诉我，我才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次一到选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介选遇到选前越多讯息，那大家就想，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些讯息，是不是其实某些层面上面也有一些风向的感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今天其实开始要来抽号次了。这次的国会大家都在讲讲说呢，其实有可能蓝的这一边是比较强势的。现在呢，他们政党票抽到9号，韩国瑜讲法就是说呢，9很好，是易经最大的一个阳数。同时号召大家，因为他们这个周末要上凯道嘛，所以他号召大家中华民国长长久久一起上凯道。好，赵少康呢则直接讲了，说希望啦韩国瑜可以把他当年的气势、韩粉通通号召回来。因为他就讲，上个星期在叶元之的场子的时候，有特别把韩国瑜拉到旁边说什么，要告诉他，你好像很多韩粉直播主没有归队哦，是不是能够请他们回来？那赵少康的立场是说，当然啦，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人家或什么，但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那韩国瑜他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也有报道指说韩国瑜是不是真的没有动作？他下面呢，譬如说韩友会的会长，台南这边的会长就讲，怎么会没动作？他一个月辅选53次，甚至呢，我们也私下请问了一些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没有啦。其实呢，他们也看到先前赵少康感觉是比较在媒体版面上，他们就也很担心说会不会让人家有更多的想象，所以呢，某些层面其实他也保守一点点。但是现在讲了，在凯道上他会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至于赵少康现在抢的就是年轻选票，昨天呢进到联合大学里头，他说很棒、很痛快，因为发现学生其实是很有意识的。有人直接问到他9·2共识，他就直接讲了，这个蔡英文不能压叫各位压威啦，什么意思？台语的意思就是保牙，你什么都要赢。他强调了，我们现在1年呢，这1600亿美元的汇兑税收，那你怎么不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利润之下 ？ECFA 嘛 ，ECFA 是什么？9·2共识嘛。所谓当年的9·2共识，就是说跟芝麻开门一样，像是一个术语，不要把它讲清楚。那基本上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两边可以直接来对话。甚至他还说了，两岸当选之后要怎么样和平。他强调，基本上国民党跟大陆希望是和平共处。但是呢，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希望有对岸多一点的学生来念书，还强调了，如果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很好的话，基本上他们回去也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打台湾。他觉得这一招比飞弹有用多了。他也很纳闷为什么蔡英文会说相信习近平讲的话？他说不打，你们就都相信哦。他强调说，习近平是说没有看到2027、2035啊，2028也有人讲啊，2036美国也有人讲啊。你们怎么都没有回应呢？怎么他说什么，你们全部都相信？两岸政策应该是这样搞的吗？好，现在呢，他就直接的讲了，说基本上呢，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希望能够
把票源越来越扩大，所以他积极的在闯青年票的这个部分。韩国瑜呢，希望他动起来，因为韩粉、柯粉他觉得有一些的高度重叠性，希望把这一些票通通要回来。至于柯文哲则直接讲了，没有什么弃保啦，从上一次台北市的选举你就知道，第三势力已经成型，所以呢也很难弃得干净。他就希望国民党好好想一想，现在真的就叫做三分天下。怎么样来看现在最新的一个选情？好，因为亮哥每次讲到选举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告诉我们介选又来了。像现在调查局就讲了，这个呢境外势力介选有可能正在发生中。这个无法证实啊，这个、坦白讲，我也上去那个脸书看啊，那个就是一个视频节目，那个主持的那个女生我连见都没见过啊，就不是台湾的啦，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位啊。我这个谣言太多了啦，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讨论了。那是这个赖清德也找不到对象来告啊，变成这样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啊，那个赵少康在想说韩粉应该再归队啊。我跟你讲啊，侯友宜的国民党的支持度现在大概90%，赖清德的民进党支持度也大概是90%。是。那请问为什么有10%不归队？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嘛。韩粉我认为90%都归队了啦，那就是有人不要归队啊。那国民党不是更应该归队？为什么有人不归队？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嘛，这个无法解释啦。可是你要去再说啊，韩国瑜你再加把劲吧，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啦，做不到啦。比如说你去劝陈清茂嘛，陈清茂归队，没啥可怜啦，就是这样啦。他都已经表态要支持柯文哲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现在真的侯友宜这一个队伍能够加分啊，你不要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啦，说什么啊柯文哲要不要弃保啦，韩粉要不要归队啦，不是这种东西啦。我跟你讲，柯文哲的票也是很铁的啦，人家没有理由要弃保给你啊，是，对不对？我选你，那请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而且我们大部分的选民，我说民众党的柯文哲的，他大部分都没有投给国民党的经验啊。所以你必须要提出号召嘛，而且必须侯友宜讲，不是赵少康讲，要侯友宜亲口讲，说愿意跟民众党在立法院、在行政院合作，你一定要这样讲嘛，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投给你啊？你没有当选，跟赖清德没有当选，我的感觉都差不多啊。所以真正重点在这里，你必须诱之以利，诱之以共同的目标嘛。所以你必须要用共同的目标去说服人家嘛，就是政党轮替对你重不重要？我事实上没有看到柯文哲一天到晚在讲政党轮替啊，他也没有在讲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啊，所以重点是你有没有在努力这个方向嘛？就是下架民进党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共同目标。事实上，民众党没有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啊，那不然第二个就是你不断的要在政策上去让民众党觉得，你有提出一些他欣赏的政策啊，是，对不对？那你才有可能拿到票嘛，不然你现在都是纯粹用选举的形式说，到时候必然有弃保。我跟你讲，没有这种事啦，年轻人怎么会有弃保啦？你如果说是50、60岁以上的，我同意啦。他们比较会基于一些比较慎重的考虑。40岁以下的人弃保的那个比率是很低的啦。你一定要诱之以利，诱之以共同目标啦。就是因为之前也有民众党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些数字告诉我们啊，他们的票很铁啦，80%都不会动啦。但是彬哥，你怎么样来看？因为赵少康他现在其实就是攻年轻选票，他也很直接。你问两岸共识，我就跟你聊两岸共识。甚至昨天也有人就直接讲说，我是柯粉，他也说，很尊重你，但是也希望你听听我怎么说。我觉得赵少康这个态度是很 OK 的，而且他最近一直在被问两岸之间的问题嘛，他就趁机表达他的立场。那他就是要撇清一个，就是因为不只是民进党，甚至连柯 P 都把赵少康抹红嘛，说他就是红的嘛。那所以他就告诉大家，告诉年轻人，他是中华民国派。那他的中华民国派是怎么解释这些东西的？那接不接受就在年轻人嘛。那我觉得这种至少愿意正面去回答，这是比较好的。你看赖清德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吗？我是没看过。
他每次都闪闪躲躲，然后就是死鸭子嘴硬告诉你选他一定是最和平，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这样。然后柯文哲对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也是闪躲，也是非常模糊的。也就是他也说啊，两边都能够接受我，真的吗？为什么？其实他也没讲，就好像只是他个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论述是还要再加强的。那可是呢，我觉得这个网传赖清德，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调查单位跟政府，他每一次总能看到我们听都没听过的事情。真的、啊，我以为我不够认真，我听到他们2个人这样讲，我安心了。对啊，真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啊。怎么政界李宗瑞，我听都没听说过。我知道啦，很久以前，那时候曾经吴子嘉还是吴子嘉董事长，不是吴子嘉，讲错了，抱歉，吴董事长错了，是另外一位曾经的名人讲说赖清德在外面好像有婚外情这些东西，董念台啦，然后结果。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嘛，这也没有下文了。那这个消息我真的从来没听说过。那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是污蔑我们的副总统，你们如果为了一般的诈骗都可以去抄 Dcard 的话，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抄 YouTube 跟 Facebook？ 你应该直接去抄，叫他们把那个背后身份交出来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然后用这种网络放消息的方式，请问一下，这到底谁在操作？这谁在认知作战？你怎么知道这一定是境外势力？为什么不是民进党自导自演？你告诉我啊！你都查的人都没查到，你为什么只怀疑是境外势力？你为什么不怀疑是民进党自导自演？你告诉我。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更像认知作战。那我个人认为韩国瑜已经很努力了。那很多直播主说真的，现在跑去支持柯，那也是人家的选择嘛。难道一日为韩粉，终身为韩粉，就是不可以变的？他是有宣誓效忠过，是这样吗？人家不可以现在观念改变了吗？人家希望得到的东西不一样吗？更何况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说，现在很多直播主为什么现在要去做柯这方面的话题？因为流量嘛，这个就是流量密码的问题嘛。如果连这个都不懂的话，我就觉得很蠢。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哈，因为韩国瑜跟赵少康是几乎是同一天啊，因为同一天被宣布的。韩国瑜是列为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第1名。然后目标就是以院长的方向来迈进，赵少康就是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从他们宣布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侯友宜跟赵少康还有国民党的民调有在上来。那如果以这2天联合报所公布的民调来讲的话，达成平手了这代表什么？代表有归队了，韩粉有归队了我想。目前来讲，可能相关的当事人越来越急因为如果没有超越赖清德，没有大幅度的领先，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赢嘛，没有赢就不用说嘛，第2名也没用那更何况第3名，因为选举就是第1名，就1个嘛所以我想有点急是真的，但是呢，韩粉确实有归队了，我们的评估跟客观的观察来看有归队，只是问题就是国民党的所有的。过去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到今天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有多少人归队，那就是要再看看了。你国民党在很全盛的时候那么在6、7成都有那时候民进党刚开始主党的时候大概就只有10几成，1成多了就是10几%，然后慢慢的民进党一直成长，然后国民党就慢慢的在萎缩，然后后来破了50%。40、30，现在只有20多，那现在20多又回到30左右，这代表有归队了。那只是说你其他的国民党的人为什么都没有回来？那这个是国民党自己还要再努力，还有侯友宜跟赵少康还要再继续努力，再把更多人拉进来。因为我觉得，要把这个角度放在韩国瑜上面也多了一点了不过我觉得韩粉跟柯粉确实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看得出来。柯粉的支持者比较多，还是在20跟39。韩粉的支持者年纪是大了一点，是，而且这个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能够把他们混在一谈。柯粉不是韩粉，这一定要分出来。好，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庆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这个赖皮寮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在这一次总统选举的一个左右选举
未来预测的关键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网络上面哈，我们刚刚讲了 Google Trend 里面，赖皮郎呢已经变成了比赖清德搜寻率还要来高，甚至呢好多人真的都跑到现场来打卡。昨天传出有阿伯呢，他们就直接怒吼了，说这不叫违建，叫什么？好，甚至呢现场还传出说，有人跟国安爆发了口角啊。后来呢赖清德这边他们讲法是说，没有啦，只有呢跟这些民众讲简单的澄清询问而已啦，没有什么口角问题。但是到底老家的争议没有缴税，却出现了守卫还是国安守卫，让大家其实心里头好多问号哦。但即便如此，绿营是怎么样的看待这件事情的？绿营的报道角度是这样的，比如说啦，郑弘仪哥之后呢，在昨天出现了另一位名嘴叫黄鹏孝，节目里头也是数次的为赖皮寮来护航，网络上面引发讨论，甚至呢，年轻人也很有创意，说就跟罗伯敦一样清德哭完弘仪哭，弘仪哭完鹏孝哭，鹏孝哭完不知道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了，这整起事件，柯文哲每天都在请教赖清德何时拆赖皮寮。好，但是呢，郑弘仪是怎么样来回应柯文哲的？因为柯文哲说我不知道你靠啥呢，为什么哭？跟他有什么关系？弘仪大哥这样讲，他说那个哭就像你阿公被228整死一样的心情。可是这个逻辑听起来就，第一啦因为当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是柯文哲的阿公啊，那现在你哭又用这样子来做比喻，那这个逻辑伦理就怪怪的。因为赖清德你是帮赖清德哭啊，他是帮阿公哭啊，这个有点奇怪。另一件事情啦，大家也在讲啦，黄鹏孝一样是我们的资深前辈啊，鹏孝大哥他讲啊，说年轻人你们把这件事情当笑话当笑柄，你们这样很不应该笑赖皮寮。但是大家就说过往马英九被哭手成什么样子，是不是？那这样子你就觉得很公平吗？先前侯友宜被笑成怎么样？你有讲话吗？网络上面也有人说 Coco 姐有出来主持正义，他就昨天在脸书上头用了这几张照片，这在猴硐这边的废弃矿区公寮。他说了，其实你知道吗？矿工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在台湾发展社会当中的悲歌。当时呢，全家人挤1.2坪。吃饭、读书，通通都得靠折叠桌。然后呢，还把这个内部照片拿出来。我们就在想，1.2坪到底有多大？好，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决定，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现场来看到，我们这个方框其实就是1.2坪啦。而且呢，如果说呢是4个人通通住在里面的话，先帮大家来实测。我的身高大概就是155嘛，这也不怕大家知道，来到现场就知道我有多高。好，如果从这边走的话，你大概是1、2、3，3步，一个3步路的正方形，里面呢会住4个人。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非常辛苦。这个呢，如果真的就如同 Coco 姐所讲的，这是一个历史上头，我们认为矿工他当时的一个生活起居条件不好，这个大家都认为是对的。OK， 好，但是1.2住4个人，真的是这样吗？那个时代我没参与，我不清楚。但中年黄大哥告诉我了，其实矿区公寮就是矿工的眷村，还告诉我们不要跟违建画上等号。他说呢，称他们是违建就是莫大的污蔑，还有羞辱。老矿工也跳出来喊话了，说希望就地合法，甚至还说，现在你们所看到的都是我们一辈子的心血，不合法。这进户刚对也可以烂，甚至讲了什么赖清德的妈妈当时为了养小孩，什么粗工都做。你们现在这样讲，对得起他的妈妈吗？你下去 Google 矿工，还真的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新闻。大家开始在讲这件事情，应该是以法来论。但是如果要诉诸以情的话，是不是让大家就觉得说，这样讲听起来是很苦情啦，但从头到尾大家都觉得矿工公寮没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很辛苦啊。好，潘文安这样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历史悲歌？是历史工业中央地方通通都怠惰啊！你们侯友宜服务12年在新北市这里，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做事情？为什么都没有让他们有一条可以遵循的路？林俊宪跳出来讲了，我们要修法我们要重视，重新来审视矿业用地的居住权新北市府呢开始在讲了，不是这个是中央定的那我们其实之前108年就跟中央反映了，你们一直都没有重视哦。国土署也说，
确实啦，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拟定一个通案的处理原则。我们明年开始要积极来修法。对啊，过去这2年，赖清德不是当了行政院长吗？赖清德以前不是也是立法委员吗？那过往怎么都没有为万里的乡亲、为万里的亲戚好好的说句话，帮忙修法呢？为什么这整起的事件会这样一吵再吵，吵不完？其实大家总结几点啦。第一个，你一直到现在开始，你还是告诉大家这不是违建，到今天潘孟安都来说这不是违建。好，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就说了有无缴税，这件事情税单也拿不出来，甚至呢，亲戚其实就是你在美国常年居住美国的大儿子。那大家也在问啦，为什么会出现空拍图里面那10位疑似是国安的人员？到底为什么他们会驻守在那边？从头到尾没有人说矿工他过往的这一段生命历史，没有人想要抹灭他们对于台湾的贡献，对于台湾的付出，没有人想要否认他们的辛劳。但是当大家看到了你现在的万里老家的时候，亮哥，大家就想问了，为什么会被称为赖皮寮？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去打卡？民众想问的是，这不叫违建，这叫什么？我矿工既有的公寮，确实就是历史的产物嘛。那这个新北市认定是违建，也没有要拆啊，没有啊。那只是说你那个是你的一个住宅嘛，那你如果要做改建、做新建这个动作，你要向政府申请嘛，那赖清德就是没有申请嘛。所以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把矿工都扯进来了，就说不是我赖清德一户啦，是1000多人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它，叫集体住宅吧，等等啊。那你们打我就是打所有的矿工啦，你们忍心打这些矿工吗？拍谁哈？所有的矿工没有人要选总统啊，没有人像你改建的那么大个啦。你不是改建一个我们中间画面这个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赖皮寮的空拍图，是你不是改建成一户你那连续4栋所以他们这个就是想要浑水摸鱼的话术啦，就说哎呀，我们就是矿工的儿子啊，但我们都很可怜只有你在选总统啦，只有你给人家改建到4个大栋房子啦，只有你请维安特勤来对你做看管啦，其他矿工都没有啊。我跟你讲，一个国家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他的标准要高于法律了？因为你要带这个国家前进，你要用价值来带领啊。法律是政治的最低标准就你现在全党护一个人死皮赖脸，认为自己没有违法。你没有违法，你怎么会改建那么大一个呢？你从原来的那个周玉蔻了虽然周玉蔻讲话正确率大概0.1%了可是姑且算这个正确。你个人立场1.2坪，你给它改建成4大栋，那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申请程序，然后你说这个你没有违法，你是不是跟我上天啦？没有人要追究矿工的公寮啦，民进党不要转移焦点啦。没有矿工的儿子在选总统啦，只有你们家的赖清德啊，搞清楚啊！选总统就是要用价值带领台湾社会前进，所以你的标准必须高于法律嘛。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才受到指责，人家就自己把房子拆了？柯文哲也没有等到拆除令啊，柯妈妈也没有等到，黄国昌、廖千祥、严宽恒。哪一个人等到拆除令？赖清德第一个是说，你拆除令寄给我啊，寄到我就拆。他这个等于是要逼新北市拆掉所有的房子，你知道吗？是谁凶狠啊？是谁没有慈悲心？就是你自己啊！新北市要寄给你拆除令，那就要一视同仁啊。政府的执法就是这样啊。可是你自己可以决定要怎么处理你自己的房子啊。这个是我们对一个总统的道德高度的期待嘛，我们不想要波及其他的矿工的公寮嘛，结果你们现在通通都把矿工扯进来矿工没有错，他所属地的那个法律的灰色模糊的情况，需要集体做个案来处理。可是对不起，
这个权力是在中央嘛，非都市土地的管制，这必须内政部立法。赖清德，你当过行政院长，你如果珍惜这些矿工，你有同理心，你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为什么不要求内政部提出修法的版本呢？新北市也没有这个权利啊，你有这个权利啊，你没有处理嘛，所以你这个人就是自私嘛，只看到自己的房子被人家逼上来了，然后现在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房子，还把其他人都拉下水，就这么自私的人啊，那全党来护你一个人，为了护你自己的房子，那你现在把所有的矿工都扯进来，让矿工在那边感到心里不安。你自己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去帮矿工处理啊？你住在仁爱路的官舍啊，豪宅啊，你为什么没有同理心呢？他妈回车恶心到家啊！什么没有人性？什么？我跟你讲，郑弘仪根本不值得批评，他连马英九都用三字经骂，这种人有什么好批评的？就是赖清德的狗腿而已嘛。所以我跟你讲啦，就回到问题的本质啦。回到问题的本质就是，你是矿工出身，能够选总统，刚好凸显台湾这个民主它是伟大的嘛。可是你有可能会当选总统，请你拿出价值来领导台湾吧。用更高于法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吧。那对于那些可怜的矿工，我们就一起努力来帮人家解决问题吧。你回到这种立场吧，不要再自私、专横、固执、偏执下去了啦。好，其实我们要帮赖清德竞办来回应了哈，因为他们也有跟媒体来回应说，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他们一再的强调依法办理，我们不要求特权，但我们要求大家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就所有矿工的公寮都要拆啊。是，来请教彬哥，这个竞办这边其实他们是有回应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啊，赖清德现在就是化身为哈马斯啊，就是把他全部邻居亲戚全部当肉票，就是要死大家一起死，看你敢不敢动。就这个意思啊，不然还有什么意思？那我是觉得这几天让我觉得很好笑，就是猪队友真的不止一个，越来越多猪队友出现，真的一排猪队友，真的每一个去帮他解释，越解释越好笑。郑弘仪的事情，昨天我们讲过，我们就不讲。黄鹏孝，你到底有什么好哭的？我不知道哭什么东西啊。然后现在我们 Coco 姐，我尊敬的长官，她讲出来说，以前呐、这个矿工。这个公寮啊，真的每个人都很可怜啊，就全家大小住1.2坪啊，太好了。你知不知道，Coco 姐这反差有多大？你要不要去看现在大家去打卡那个景点，那个赖皮寮长什么样？赖皮寮连旁边的花园加起来200多坪你忘记这件事了吗？所以你是在告诉我，那马上我就满头问号啦。如果他们以前真的每一个人住的只有1.2坪的话，那现在这200多坪到底哪来的？他为什么可以盖公园？为什么那个房子越来越长？正面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后面延伸非常长啊，好几进啊！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1.2坪为什么膨胀到变200多坪？你告诉我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去找这些矿工出来帮他讲话，反而越帮越忙。尤其是我今天听到那个金瓜石那边那个里长出来讲，我真的快笑翻了。他讲什么？我们矿工真的很可怜，当初我们九份那边观光区嘛，所以很多人盖了民宿什么都没有办法合法啊。后来是谁协助他们慢慢合法化？苏贞昌。那太好了，那我就请教一下，这是苏贞昌当县长的时候协助9份金瓜石那边合法化，那为什么不管万里？不是同一个县长吗？难道万里不属于台北县？时间序上面，其实那个时间点也是符合的哦。是啊，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然后赖清德那时候自己在当立法委员，为什么你不会看到？金瓜石那边都合法了，赶快我们这边也合法一下。那你为什么都不讲？完全不吭声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潘孟安也是个猪队友啊，他讲说这是中央怠惰，然后地方政府也是怠惰。那请教一下，现在中央政府是谁？不是蔡英文。那个时候，2003年赖清德在重建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央政府是谁？陈水扁啊。地方政府是谁？苏贞昌啊。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们苏贞昌跟陈水扁要负全责？而且赖清德还当过行政院长。对啊，他自己也当过行政院长，他现在还是副总统。那我觉得民进党团林俊宪超好笑，他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立法干嘛？这件事情今天发生的，9月就发生了。那你们有2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你们为什么不立法？
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吗？赖清德，我觉得 gay 掰就 gay 掰在这，你过去从来没有为你的乡亲想过，自己在那边盖豪宅住爽爽，然后明明没有人住的房子，还规定那边要有卫哨，你欠鬼啊你！你是想到特权想得很过瘾是吧？然后我觉得最近这些那个特勤真的很可怜，现在天天变成他们也变成打卡景点的一部分了，你知道？一大堆游客去那边找他们合照。针对这一点哈，我们其实在今天看空拍图的时候，就有人讲到了，说这里头到底有几位特勤人员？那因为呢，在这个网红他们自己的空拍画面里面，发现了有10位的人员，所以我们实际的去请教了国安局，我们想知道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吗？我们刚刚收到国安局这边的一个最新回应了，他们说派驻人数事涉为安，所以不便说明。那这个回应就很清楚了，就是其实国安局他们就说，不便说明啦。那画面当中，我们想请教，就现在画面当中圈起来那一些，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国安人员？他告诉我们不便说明啦。对啊，我想这个涉及到副总统的维安，他本来就不太能够说明。那问题是来了，一间空无一人的房子，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人？这边到底要干什么？赖清德很常回去吗？他有空回去吗？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赖清德明明有副总统官邸在仁爱路那边啊，那为什么在万里这边还要帮他设个岗哨？是我听说他常带朋友去那边呢。据说啦，他常带宴请朋友跑到万里去。奇怪，为什么要跑这么远，跑到万里来宴请朋友？硬要从台北这样杀过去，你就不能够方便一点，把你的朋友请在官邸吗？还是你怕被蔡英文窃听？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完全想不明白。这个人享受特权，然后又毫无廉耻心，然后又拉着自己的乡亲跟亲戚跟着一起陪葬。我说真的，这个人真的是无耻到了极点。来，我们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样来看？今天看到有一堆媒体人为了赖清德的违建房子哭成一片这个倒是我们台湾的媒体界的奇观那他们说他们是为矿工哭，可是之前都没有人为矿工哭成一片。那现在突然间只是因为赖清德，可是赖清德从来不是矿工那只是因为赖清德他的先父曾经是矿工，然后他们就想起矿工的苦，他们就哭成一片。所以是因为赖清德要选总统那所以他们哭成一片，而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矿工而哭成一片。我想这个东西有区别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有权有势就要为他哭成一片，没权没势就无视他们的存在。可是我就查了一个资料，我就发现很有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看到的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在2018年的一个网友他在做一些调查，2018年了，所以跟今天的事件毫无关系。18年，现在是2023年，这是赖清德那个是他的家，没有警卫。2018年，没有警卫然后他就谈到了有关于赖清德他家的那个地方的矿工，他们叫做万里6坑。说他家离那个坑道大概1.1公里左右，那个地方是万里6坑。可是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万里6坑的这个公司是什么时候收坑呢？收坑应该就是关掉的意思是民国56年就收坑了。然后民国62年的时候，这一家公司的执照就取消了，所以就不营业了。民国56年收坑，民国62年取消执照，所以等于是已经过了半世纪以上了。这些人早就不是矿工了，早就不是50年了，观众朋友，50年早就不是矿工了，就住在那个地方，一直住下去，而不是从事矿业的工作。那现在要把它硬扯到说他们是矿工的当时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扯太远了。所以很早，当时收坑，公司关掉以后，那些住在那些地方的人，他们早就另谋生计了，已经转做别的工作、别的职业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啦，赖清德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还有这些一起哭的人都跟他说清楚、讲明白，说民国56年这个矿坑就已经不再营业了。这家公司在62年执照也没有了。所以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从56年以后到现在都不是从事矿工的工作，那为什么要把自己说成是矿工呢？然后要把自己说成是矿工人住在您刚刚画的1.2平的房子里面，这个太矫情了，没有必要那么矫情，只因为赖清德的身份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就哭成一片，而你们从来没有为矿工哭成一片。好，不过我还是补充一句话，是麻烦你们以后多为矿工跟我们移民哭成一片吧。